我是 Amber， 我是 Alan 啊。今天要来爬山。月亮的镜子，天使的眼泪。对，这个名字很奇怪，没有很想要讲这个名字。为什么上去再讲？那就赶快走吧，我们好晚出发。快12点了，还在登山口。我们今天要住到第2个山屋——嘉明湖山屋，8.4K。那前面会经过一个5星级的向阳山屋。介绍一下今天的团员。最厉害的剪辑师，讲一下本名啊！欢迎舅，我自己剪。耶！还有我们的来宾，耶，一般，耶，伊夫，出发です。Let's go！ 森林居客，蓝腹鹇，地质有点像。然后蓝腹鹇是红脚，地质是黑脚。它有一只鸟的叫声是啾啾啾，还有一只是兔米酒。走了1.5K， 休息一下。Amber 说要表演花式喝水。我是有队伍阵型的，一个人没办法。我们这一次的嘉明湖3天2夜的旅游是采用非常轻松的方式。我们不仅搭了火车，住了池上，还预约了接驳，行程也拉到3天2夜。可以好好的拍摄，然后好好的享受，好好的剪山，因为有3x3跟向阳山要剪嘛。我们甚至还订了餐，这个是应该算是本频道有史以来最奢华的一次的享受。我们原本上个礼拜车票都订好了，临时决定要来光复帮忙，所以又多住了2晚的池上。这一趟行程可以说是出门很多天，但是我觉得会非常舒服。因为接收到了很多正能量，然后也可以在山上好好的休息，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最舒服的状态。今年去完尼泊尔的 Gokyo Lake， 觉得一定要回来自己的家乡，看看山上的高山湖泊，看了国外的美景之后，就会很想要赶快解锁家里的，不知道这是什么心态，期待。到了2.7K， 我们这里要往上咯。喂，喂，这只熊好呆哦，你也蛮呆的。哦，眼睛好干。我的画面很好看哎，还是因为人好看？你会拍，你懂拍啊？吹捧大会。这个连续蛮凉的。开始陡上，蛮累的。在0.1K 100公尺，要到豪华的向阳山屋了。到达有稳定水源的高级山屋——向阳山屋，没错啦。现在我们是花了1个小时50分钟到4.3K 的向阳山屋2850公尺，等一下继续走今天的目标嘉明湖山屋。来都来了，来看一下这边的厕所。嘉明湖山屋的厕所好像是生态的，然后这里好像是比较现代，然后还蛮舒服的这个外观。还是有点味道啦。好，那我就不拍了。看一下向阳山屋的设备如何。哇，以这个上下铺来讲，它的高度是蛮高的，所以你可以很轻松的在你自己的位置整理。一离开向阳，就没在开玩笑哟。抖抖抖，
听说声音低的人都是渣男，是真的吗？假的，但我不是。我的未来不是梦。离开了向阳山屋不久之后，真的是不久就消灭了1公里，然后还有3.3就会到嘉明湖山屋。我觉得每座山它的那个标牌行进的距离的体感真的很不一样耶。像我觉得玉山的好像没有那么快消灭，嘉明湖这里很快，最慢的就是北大武，可能跟爬升有关系吧。Let's go！黑水塘，真的水不够去旁边装，应该就黑黑的，我不想过去。那个不是黑水塘，那是黑糖水。我是说实际上看到的。哦，谢谢你的梗，这个梗蛮高级的。但我们没有要去黑水塘，我们要到大蹦壁再休息。哇，超大景！哇哦，第2个黑水塘，这个是长形的。耶，我们到了向阳民宿。这棵向阳民宿呢是一个完美景点的，对，它是一棵玉山圆柏。我不知道 Amber 刚刚有没有讲，我猜是完全没有讲。哇，这个不知道几岁了，而且历经了这么多台风，它还在这。它真的是很有细节的一棵树，它每一个树枝都很好看。OK， 很用力在长在它想要去的方向，真的是很有生命力耶。它是玉山圆柏，长1公分要22.8年，所以拍照要离它有一段距离，然后往前走一下到大蹦壁就飞空拍了。好的，原来刚刚没有崩壁，还要再往前走 0.4K， 看得出来这次没有做太满的功课，对吧？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拉长天数的好处，因为如果是密度很高的行程，你需要赶路，需要躲坏天气，需要有时间上的限制，就没有办法悄的。事前的功课也需要几乎100%，不能有什么闪失，其实是另一种挑战的感觉。我越爬越发现，这种也不错啊，为什么都要那么赶、那么挤、那么压线呢？所以留一点空白给自己去思考、体验你在山上的感觉，让自己有惊喜感，就会回到那种哇，当初是谁开发这条路线的那种感动。你会觉得哦，这一切不是那么的容易，是因为大家都做好，你才有办法踩着这个明确的步道上来。这是我最近的登山小心得。向阳大蹦壁，哇，到了，这里就是向阳大蹦壁。更惊人的是看得到下面的桥，那个好像是台20线，看了地图有可能是云海桥。这个是360度，请看。翻过来山的另外一面，这条路非常的直，非常的平，很棒 ，Go Go！继续走，我们已经剩下1.3咯，就是全部都是山的感觉。还有1公里就到了，1公里很快，很开心。到了嘉明湖山屋了，这是今天要住的地方。耶！欢光临！我跟镜头 high five。耶！没有转场。16。精神精神！好饿啊！我真的好饿啊！这个是鸡肉吗？还有鸡肉。哇，还有肉燥，还有盐黄瓜。
三色蛋，天哪，好高级哦！晚上10点起来尿尿，水路上班喽。动一下，不然你很像假的。呵呵。哎呦，哦，好好奇哦。拜拜。好，回去喝水喽。现在是3点15，我们要出发了。1、2、3、哦，很棒的开头。哦，还有ございます。いやいます。我们还有1.5就会到嘉明湖、天使的眼泪、山茶湖、淡湖、月亮的镜子。说好的天使的眼泪日出呢？湖在这里，什么都看不到湖。日出了，好了，我已经在这里40分钟了，都是这样，湖就在下面，没办法，我要回去了，不然又挂掉了。终于走回来了，刚刚开了一半，又盖住了。我们的目标要能够看到对岸。太冷了 ，Amber 的救急防风之术出现一点蓝天，然后又要没了，又要没了。我们刚刚在上面，然后想说5点多要日出了吧，结果大雾，然后就起大风，我们躲在这个壕沟里，草丛中间有那种壕沟，全部人缩在一起。然后我一个人出征去拍日出。好的，我们坚持在这边等了2个小时，真的快被冷死了。然后终于出大景了，这样你看，我们老板多开心。好了，这天使的眼泪、月亮的镜子呢，会叫月亮的镜子，是因为布农族以前的传说啊。传说的以前天上有2颗太阳，实在太热了，所以呢，就英雄猎人把其中一个太阳射下来，变成月亮。那月亮呢，会想要看自己的伤口啊，就会跑到这里镜面湖去看自己的伤口，所以在布农族的传说就叫做月亮的镜子。那天使的眼泪是后来山友给他的一个美称。那在日治时期叫三叉池，早期的山友叫淡池。那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嘉明湖怎么来的？我也觉得很奇怪，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很奇怪。民国66年，1977年，当时10大建设时期，要做1人3角点的测量，然后2个军官呢就到附近测量，看到这个山下的这个池子啊，在当时的不晓得什么地图上面是没有名字的，然后2位军官的名字中间刚好一个嘉一个明，就变成嘉明湖了。你不是觉得很奇怪吗？打开这个台湾高山湖泊列表，我觉得除了这里以外，好像没有任何一个池子是跟人名有关的。最后还变成了一个官方的步道，只是我个人觉得奇怪，所以我比较喜欢其他的名字。我们坚持了2个小时，真的太棒了，可以看到这样的景，太棒了。3x3，哦！
红色的，超圆。睡在大自然里哦。Nice。喂，居然还有点心，100分。长脚的鹿，哦，这里也有一只长脚的哦，哦，脚很大哎。黄喉貂，黄喉貂，好可爱哦。是第2天的菜色，呀呼！一样有发色、虾卷、鸡翅、洋葱炒蛋、干贝、韭菜吧、高丽菜吧、或丸汤吧、甜点吧。哦，再见了，睡了2晚的山屋。またね。再见，再见了，下次再来。本趟行程最后一个点，向阳山，回程的时候捡，包包丢这里就好了，不要来偷哦。360度的风景，这就是向阳山的风景。嘿嘿。好的，我们今天早上7点半从嘉明湖山庄出发，现在已经回到林道了，中间还捡了向阳山。今天天气超爆好，所以呢拍得很开心，然后也停留很久。从昨天嘉明湖下来之后，整理了一下心情。嘉明湖真的很漂亮，台湾人必来。它这个椭圆形很大，那我觉得蛮幸运，在水位很高的时候可以来看它完整的样子。它真的很适合叫做月亮的镜子。其实在一路上去嘉明湖的路上，我觉得空旷度很高，然后也没有什么树林，几乎没有。到了之后就突然发现一个很像一个家具被放在桌上，你会一直看着那个明亮的镜子。那像 Gokyo Lake 也是，尼泊尔上面的民族他们的语言翻译就是淡蓝色，很像牛奶壶的颜色。大家，我们进到咯，完成了嘉明湖，不要再给我剪刀了。耶！啊呼！我睡哦，回来了，呀哈！